器人勉强起身，但接下来的战斗可想而知，公牛以绝对优势占据了上风。愤怒的公牛并没给狼叔喘息的机会，再次朝着机器人发动了致命一击。在公牛突然发生塌方，儿子也直接滑落了下去。狼叔紧忙跑了过来，但却为时已晚。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马克思竟然被一只机器手臂给救了下来。狼叔紧忙跑下来救下了马克思，但紧接着一个完整的机器人则映入了二人的眼帘。这是一台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机器人。不久前，男孩马克思与父亲狼叔来到机器人回收站偷零件，结果却遭遇危险。但没想到一只机器手臂却救了马克思的性命。得救后的马克思扒开泥土，竟然发现这是一台老旧的机器人。他将机器人带回了家，并在百丽的帮助下成功将机器人启动了起来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台机器人不仅没有任何损坏，而且还装置了先进的视觉同步功能。马克思一眼就爱上了这台机器人，他细心地将机器人冲洗干净。冲洗过程中，马克思在他胸前发现了机器人的名字亚当。对亚当进行了简单维修后，他便想带着亚当去参加比赛，可狼叔却一口回绝了他。狼叔表示，这只是一台被淘汰的陪练机器人，比赛中丝毫没有胜算，只会有挨打的份。但马克思却并没有打算放弃，因为他能感受出亚当并不平凡，似乎这身钢铁的躯体里拥有着自己独立的灵魂。回到拳馆的马克思来找百丽，百丽跟他讲述了狼叔的过往。在百丽的描述中，马克思似乎对这个父亲有了新的认识，他觉得狼叔并不是一个冷血的男人，于是他再次找到狼叔，决定去参加比赛。看到如此执着的儿子，狼叔终于答应了他，并带他来到了动物园竞技场。但他的对手并没有看得起他，扬言只要他能坚持一个回合，便给他1000块当做奖金。紧接着，这场实力悬殊的比赛也在众人的围观下正式拉开了序幕。比赛刚一开始，对方就展开了死缠烂打的进攻，无情的拳头疯狂地朝着亚当袭来，亚当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。好在亚当是专门做陪练的，面对对方的数次攻击，他硬生生地扛了下来。眼看第一回合马上结束，狼叔劝儿子不要正面冲突，可没想到对方一个回手掏，直接将亚当放倒在地。马克思显然慌了神，在黄毛的带领下，所有人都开始数秒。
没想到，在马克思的呼喊声中，亚当再次站了起来。就这样，他们终于撑过了第一回合。这让嚣张的黄毛气得够呛，他决定继续加注，与亚当再战一个回合。没想到马克思对他的挑战根本不虚，这让狼叔很是恼火，感觉到手的鸭子就要飞掉。但马克思却是信心十足。比赛钟声再次敲响，这次马克思已经有了前车之鉴，他巧妙地避开了对方的攻击，随后就是一记漂亮的还击。这犀利的一拳将对方彻底打懵，机器人似乎也不再受黄毛的控制，他疯狂地敲打自己的脑袋，在打了自己100多下以后，机器人终于倒在了地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结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没想到亚当如此威猛，黄毛也不是狡猾的人，虽然心有不甘，还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回去以后，马克思对亚当进行了升级，他将超恶的声控系统装置在了亚当的身上。经过这次战斗，狼叔改变了对儿子与亚当的看法，他与马克思达成约定，由马克思带亚当排练开场舞蹈，自己亲自教亚当打拳。就这样，父子俩带着亚当参加各种擂台比赛，亚当也没让他们失望，以100%的胜率打败了各种机器人。父子俩不仅赚得盆满钵满，名声大噪，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在他们不断的努力下，他们拿到了世界机器人拳击挑战赛的资格。然而让父子俩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迎战的第一个敌人就是4强中最为先进的机器人双子星，它有2个头，能够在战斗中无死角的防御敌人并进行反击。但在马克思看来，无论对手有多强大，如今的他与亚当都已经无所畏惧。只见一人一鸡跳了一段帅气的开场舞蹈，然后2人缓缓地走向了擂台。
见。